你干嘛？昭宁姐，你怎么在这种场合喝奶茶？观澜的人马上就到了。江昭宁，这种场合能不能注意点？还好观澜的人还没来，不然还以为我们光记的人都这么幼稚。不用来了，和光记的合作取消。江昭宁，这是你能喝奶茶的场合吗？观澜集团可是世界前5的龙头企业，岳总好不容易和观澜达成合作，要是因为你一杯奶茶影响了，你赔得起吗？能不能管好你的秘书？柔柔说的有理，江昭宁，你不能仗着是我女友就肆意妄为。我喝个奶茶就是任性了，那江柔柔往我身上泼奶茶，岂不是泼妇？你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柔柔是过分了些，向你道歉就是了。柔柔，还不向她道歉？对不起，他毁了我的衣服，只是道歉就算了。岳明辉，知道的人知道他是你秘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老婆呢。江昭宁，你别闹了，观澜的人马上就到了。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多少钱？我赔你就是了。这件外套30万，裙子20万，鞋15万。哦，最贵的是这个包，500万。你准备怎么赔？转账还是支票？560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谁不知道你家世普通，只能死皮赖脸的留在光记，怎么可能有钱买这么贵的衣服？江昭宁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看不出来是你们眼瞎，我的东西就值这些钱。江昭宁，你哪来的那么多钱？这和你没关系，你管好你的柔柔就好了。岳总，你别信他的，不知道从哪里买的一堆假货而已，发票估计也是假的。江昭宁，没想到你竟然敢拿一堆仿货来讹人。他说假的就是假的。柔柔可是观澜集团的千金，还能认错吗？你说江柔柔是观澜集团的千金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告诉你我的身份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着各位了，柔柔确实是观澜集团江总的千金。这次我们光记和观澜的合作，就是他促成的。难怪观澜会和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合作，原来是江秘书的功劳啊！早就听说过江总有个独女，只是无缘得见，连网上都看不到她的照片。只是江总的千金，为什么在光恒当一个小秘书？我们明辉魅力就是大，江昭宁，你要是识相，就该和岳明辉分手，退位让贤。是吗？我看未必。有江秘书在，这次和观澜的合作肯定没问题。观澜和光记的合作取消，你们不用来了。你以为你是江秘书啊？竟然还命令观澜的人，装什么？虚荣心真强。李经理，久仰，抱歉没有及时。大小姐，江昭宁是观澜集团的大小姐。当然。李经理，江昭宁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为他撒谎做戏？你别忘了你是谁家的人，你信不信我和我爸告状，让你丢了工作？令尊是家父江文书。是啊，柔柔才是江总裁的女儿，我们这次的合作不就是他促成的吗？李经理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岳先生，我只认识昭宁小姐一人，至于这位江小姐，我实在不认识。岳明辉，我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这么蠢，相信江柔柔空口白牙的话。李经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你撒谎了，明明柔柔小姐才是江总的女儿，江总亲自把她带到过公司总部。至于这位江昭宁，我从未见过。你来观澜没多久吧？当然没见过。这和我来观澜多久有什么关系？1年前我恋爱脑发作，隐藏身份加入了光记这个初创公司。为了岳明辉，我在光记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连爸妈都很少见面，更别说去自己公司视察。江柔柔的长相和我入赘改姓的爸爸确实有几分相似。江昭宁，你就别狡辩了，我现在就给我爸爸打视频电话，戳穿你。柔柔啊，给爸爸打视频有什么事吗？爸，有人冒充你女儿，李经理还帮他说谎，你快点拆穿他。让我看看是谁敢冒充我江文书的女儿。嗨，江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江总，就是江昭宁假冒观澜集团大小姐，冒充贵集团千金，是商业欺诈。您放心，虽然她是我女朋友，但我也不会徇私，我现在就把她开除。江昭宁，你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滚出公司。可以，只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哎，李经理，这合同还没谈，你怎么就要走了呢？我们大小姐已经说了，合作取消，我自然要走。我不是都说了吗？他是假的，当着我爸的面，你怎么还在演？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一个大集团的经理，怎么眼皮子这么浅？爸，李经理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把他开除了吧？还开除李经理？
江先生现在估计满脑子都是怎么向我母亲解释，怎么多出了你这么大一个女儿呢？江昭宁，你做梦做多了吧？江总凭什么向你妈解释？你真以为你是江总的女儿了？脸皮可真厚！别在这丢人了，现在赶紧滚吧！柔柔，别和这个泼妇生气，气坏了自己就不好了。我才不和一个得了妄想症的家伙生气呢。不准备说些什么吗？爸爸，你这么在外面乱叫人爸爸，也不知道你妈同意了吗？你的亲生父亲怎么想？昭宁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是啊，你是怎么想？误会都是误会。昭宁，你怎么不早点和我说你的身份？不然怎么能欣赏到你这堪比川剧变脸的本事呢？肯定江秘书是婚生子，江昭宁是私生女，不然怎么一直没听江昭宁说自己的身份呢？我要是江总的女儿，肯定得昭告天下。原来你是个私生女，竟然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！爸爸，你对得起我妈吗？好久没听到这种笑话，私生女竟然敢说我是私生女，你敢打我？爸，你看他！昭宁怎么能打妹妹呢？向柔柔道歉。他也配？江昭宁，要是江小兰生气，我可不会护着你。柔柔，你哭得我心都碎了。江昭宁，江总看在父女之情的份上，不好管教你，我来替他管教你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敢说替江文书管教我？先前和你谈恋爱是我瞎了眼，我们分手。你这个泼妇，分手就分手！真没教养，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你的，竟然敢直呼父亲的名字。明辉和你分手，正好和我在一起。你和你那个小三妈一样，都只配捡垃圾当宝贝。李经理，今天你把合同签了，我就劝爸爸放过你，否则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爸，你命令他。李经理，你现在就和光记签合同。李经理，我们合同都拟好了，您直接签字就行。对，直接签字。抱歉，江总，我不能这么做。爸，你看他。李经理，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来观澜上班了。你放心，我马上重新派人来谈合作。和光记的合作，观澜让利10个点，10个点！天啊！多谢江总。江文书，恐怕你还没资格做这个主。我是观澜的总裁，当然有这个权利。你是总裁又如何？这种赔钱的买卖，只有江董拍板才行。你还不够格。你说和光记合作是赔钱买卖，你看不起我？那江董当初为什么同意和光记合作？江董同意，不就是看中我们光记吗？10个点而已，对观澜根本不算什么。有江总牵头，还有柔柔在，江董更会同意了。这女人就是小家子气，不如男人大度。双方得利的事情，她在中间搅和。这私生女就是没有大局观。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岳明辉，你竟然还不明白？你的脑子是猪脑袋吧？你找江文书和江柔柔是没用的。江董之所以同意这门亏本生意，当然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柔柔是私生女？明明我爸妈才是真爱。那江小兰只是仗着有钱有势，才逼迫爸爸委曲求全。所以江秘书真的是私生女？那她刚才是不是贼喊捉贼？柔柔，你别哭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江董要是看到你也会喜欢你的，而不是江昭宁那个泼妇。我没听错吧？没有，他是不是这儿有问题？够了，江昭宁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，就和柔柔道歉。江文书，你一个出轨的赘婿，在我面前耍什么威风？收拾好东西，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，爸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指望他自身难保。妈，江文书出轨了，还有一个比我小不到2岁的女儿。小兰，你别听昭宁胡说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现在不是应该和顾氏谈合作吗？还用说，知道自己出轨露馅了，来狡辩的呗。小兰，你别听他的。我女儿还会骗我不成？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误会。江柔柔是我朋友的女儿，没有爸，所以才管我叫爸。小兰，咱们20多年的夫妻了，你了解我，我怎么可能出轨呢？既然这样，做个亲子鉴定不就好了？你敢吗？江昭宁，我和你妈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知情人知道我是你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我是仇人呢。我自然是相信你的，但江柔柔和岳明辉也该受到教训。对我来说，怎么不是仇人呢？小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对我的不喜。哼，小兰，都是孩子，没必要针对他们。错过和光澜合作的机会，已经足够让他们懊悔了。你这么护着他们，难道江柔柔真的是你私生女不成？好了，你去工作吧，我和昭宁再聊一会儿。妈，你真的相信他的鬼话？怎么会？只不过是暂时稳住他，
方便我查他的罪证。你放心，有我爸在呢。观澜集团这些年都是我爸在管理，江小林不过是占了董事长的名头而已。还好有你。公司的合作方都取消合作了，慌什么？就剩一家合作方还没取消了。怎么会呢？每一个合作方都取消了吗？在啊，正好我今天来是取消合作的，违约金到时候会打到你们公司账户。孙总，为什么？我们和光记合作本就是为了讨好观澜，你得罪了江大小姐，离我远点，万一让江总误会了就不好了。你不是说没问题吗？江总会护着我们吗？我去问我爸。你们针对光记怎么不告诉我？你呀，总算清醒了。要是你还像之前那样，我怎么放心把观澜交给你呢？正好集团缺一个经理，你明天就上任吧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在和你们说话呢。听到了，你就不能等一下吗？差点忘了你了，姜文书，明天我会召开董事会。召开董事会做什么？当然是商讨要不要撤除你总裁的职位啊。我这些年观澜勤勤恳恳，你们凭什么要撤除我总裁的职位？要是没有我，观澜能发展的这么好吗？没有你这只大老鼠，观澜只会发展的更好。偷挪公司的钱给自己养小三，将自己的私生女养得像大小姐一样，你还有脸说？爸，你到底问没问清楚啊？那个老女人凭什么针对明辉？岳父，我主要是担心您在观澜的处境啊。好一个岳明辉，连岳父都叫上，你们不用担心了，你的好岳父马上就要被开除了。我爸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？江小兰，观澜可不是你的私有物，看着吧。董事会的股东，他们知道我这些年的贡献，你们的打算不会得逞的。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妈，万一他收买了董事会的董事们？放心吧，无论他想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。观澜集团的董事会，江总裁带2个外人过来，不太合适吧？又不是什么机密会议，只是一个表决会议。柔柔和明辉是我的女儿和准女婿，怎么就不能参加了？其他董事也没有异议，旁听而已，不乱说话就行。是啊，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会议，走个过场而已。那就继续。赞同撤销姜文书总裁一职的，请举手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们支持我继续当总裁，我给你们好处，你们怎么能反悔呢？张文书，你可别把我们当成傻子，你给我们的那点好处，比起我们少了的股东分红算得了什么？就是，你以为我们还会被你这点小恩小惠给收买？就是，让你继续当总裁，公司亏损，我们亏得更多。像你这种连老婆都背叛的人，我们可信不过。一定是你们耍了什么手段！这可是董事会共同的决定。姜文石，收拾东西，赶紧走吧，耽误久了，我担心你窃取公司机密。柔柔，明辉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签了这份离婚协议再走。想离婚可以啊，你跪下来求我，磕几个响头，再把观澜的股份给我。想的倒是挺美。你如果不想坐牢，就最好乖乖签字净身出户，否则可就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。真以为你做的那些事，我们没有证据吗？好，我签。爸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江先生，光恒现在都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了，急什么？我能把观澜集团带到这个地步，也能将光集发展壮大。江小兰为了离婚，没有向我讨回我手里的钱，这是她做的最错误的决定。我相信你岳父，好好对柔柔，岳父不会亏待你的。岳总，林总打电话要和光记合作，岳总，赵氏要把下游产业交给我们承包。岳父，您的能力是这个。我就说你把光记交给我不会后悔，你看着吧，没有我，观澜肯定会大不如前。赵宁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证据交给警方？他遭受打击，准备爬起来，然后我会给他致命一击。江总，不好了！我们几天前交付的产品不合格，合作方要求我们赔钱。说我们光记敷衍他们，要取消合作。好几个合作方都打电话来了，说产品不合格，要退货赔钱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一个说。你的产能不够，管理不合格，合作方都要我们赔偿。什么？加起来要赔1个亿？什么叫江昭宁也把账单送过来了，就不能不赔吗？恐怕不行。江小姐，要是不赔你，岳总和江总都得进监狱。江先生，要是都赔了，公司就要破产了。不赔怎么办？
难道要我们都进监狱吗？岳总，不是我们想走，但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赚钱。你这开不了工资。是啊，这公司又不是我家的，我没必要倒搭钱什么的。我们判断贵公司没有还款的能力。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？去找江昭宁，女人都念旧情，只要她肯借钱给我，光熙就能起死回生。昭宁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那个江柔柔先勾引我的，现在我已经清醒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是你先说爱我的。向我道歉可以，你把奶茶泼他身上。岳明辉，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岳明辉，你必须给我个解释，我们不是已经快结婚了吗？公司都要破产了，你还有心思结婚？我告诉你，我娶谁都不会娶你。要不是你爸，光季会像现在这样吗？要不是我爸，光季早就倒闭了。够了，有完没完？你们有时间吵架，不如想想怎么救公司。我的全部身家都搭进来了，一旦破产，我们都睡大街去。各种方法都想过了，还能怎么办？连银行都不放贷给我们，我是没办法了。江先生还有什么高见？我联系了人收购公司，明天就会来。卖了多少钱？600万。光机可是我的心血，就值600万，你还不如送给他得了。现在的光机送给别人都没人要，600万不错了，到时候咱们两个平分。600万。600万，江昭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来收购你们公司啊？不然呢？来叙旧吗？江先生，你说好的买家就是他？不可能，我联系的是王总，怎么可能是你？王总，那是我妈的人。你们在圈里到处找买家，消息都递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我不接手都对不起你们的折腾。你是故意的？当然，600万这个数字不觉得耳熟吗？你那杯奶茶，记性不坏。你们欠我的，我总会连本带利拿回来。这个价格我不接受，光义是我的心血，600万就想拿走，你怕是搞错了。江文书，你没资格谈条件。这合同谁签的？谁同意600万卖掉公司的？你自己签的字。3天前你喝多了，在酒吧跟人吹牛，说你马上就是上市公司老总的乘龙快婿。王总的人递给你一份文件，你就签了。岳明辉，你这个蠢货！我怎么知道那是收购合同？我以为只是意向书。我还没签字，这份收购意向不算数。撕吧，复印件，原件已经备案了。你挪我妈的钱，养小三，把私生女带进公司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江文书，你真以为没有我点头，光义这种体量的公司能拿到观澜的合作？你以为那些合作方一个个蜂拥而至，是看你的面子？光记从草创到现在的每一个关键节点，背后都有我的人脉运作。你以为是你把光记带起来的？没有我在背后砸钱砸资源，光记在成立不久后就倒闭了。一直在帮我，不是帮你，是喂你，就像养猪，喂肥了再宰。说的好听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出了力？每笔资金的去向，每条人脉的牵线记录，还有岳明辉每次谈成的项目背后我所做的功课，都在这儿。要看吗？昭宁，既然如此，你对我们公司还有感情，对不对？你是故意低价收购，然后想帮我东山再起，对不对？岳明辉，你能活到现在这个地步，靠的不是才能，是蠢而不自知。收购光记是因为这栋罢工楼我看上了，光记剩下的几条业务线勉强能并入观澜的下游产业。至于你们3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得意什么？没了光记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合作方不会接你们的电话，银行不会批你们的贷款，再好的项目交到你们手里也是废铁。尤其是你江文书，你的丑闻圈内人尽皆知，你觉得还会有人用你？收拾东西，半小时内离开我的公司，多留1分钟，我让保安把你们请出去。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念旧情吗？旧情？你护着江柔柔往我身上倒奶茶的时候，想过旧情吗？爸，你说句话啊！江昭宁，你别太得意，我还没输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总裁的位置没了，钱被冻结了，小三带着你仅剩的积蓄跑了，连光合都没了，你已经输了。江文书先生，
你涉嫌挪用观澜集团巨额资金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江昭宁，你凭什么告我爸？那是你亲生父亲！亲生父亲？他把我扔在沙发上烧到40度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他亲生女儿吗？那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爸挪用了公款？没证据我会报警。你爸挪用的每一笔钱，从时间到金额到流向，我全都整理好交给警方了。包括他给你买的房子、你开的车、你衣柜里那些包，全都是观澜的钱买的。你觉得警方会不会追缴？昭宁，那我和这件事没关系吧？我又没拿观澜的钱。你是没拿，但你签的那份收购合同，钱可是打到了姜文书的账户上。姜文书的判决结果下来了，职务侵占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他用观澜的钱养小三、养私生女，到头来连自己的自由都赔进去了。江昭宁，是这样的，江先生被判刑了，那收购光记的那笔钱，什么钱？就是收购款啊，600万。那笔钱不是早就给你们了吗？合同上写的很清楚，收购款打给了姜文书的账户，你签的字。可那是我的公司，钱应该给我。人都走了，你还看什么？你还有脸来？我怎么不能来？这大楼是你家的。要不是你当初往江昭宁身上倒那杯奶茶，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光记会破产吗？我会跪在这里被人当狗一样赶出来。岳明辉，你疯了！破产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当初你捧着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是祸害？现在全怪我了。岳明辉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我有魄力，说我比江昭宁强100倍。我泼奶茶的时候，你不是在旁边看着吗？你不是还护着我吗？是我蠢，我被你们父女俩骗得团团转。你以为我真喜欢你，还不是因为你说你是观澜的千金？是，岳明辉已经被刑拘，警方正在调取事发路段的监控。挺荒唐的，他们2个人从一开始就在互相利用，最后也是互相毁掉的。岳明辉的案子判得很快，法院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据李经理说，他在被告席上全程低着头，整个人看起来像老了10岁。我没有任何快意，也不觉得惋惜，只觉得一切都结束了。江总，董事会的人都到齐了，等您主持。走吧。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，第3季度业务扩张计划。集团全年营收同比增长32%，海外业务占比首次突破40%，净利润创10年新高。江总，有个历史遗留问题想请示一下。光记那边留下来的那栋办公楼地段不错，但一直闲置着，每年光物业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您看是卖掉还是出租？不处理，重新装修，改成创新业务中心，名字就叫清醒。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意思是提醒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，代价有多大。好了，开会。新财年预算案从第1项开始。江总，陈星又出手了。城南那块地的开发权，我们的报价比他们高出了8%，但他们的方案，说实话，比我们更激进。激进不代表好。陈星的背景查清楚了，创始人叫沈巍，32岁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，曾在华尔街某对冲基金任职，去年底回国，注册资本2亿。资金来源主要是海外基金和几个匿名投资者。沈巍，大学室友，曾经最好的朋友。那他这是回来找我算账的，或者回来证明他比我强？昭宁，好久不见，你气色不错，看来观澜的椅子坐着挺舒服。沈巍，10年没见，第一句话就聊椅子，叙旧。好啊，你还记得大3那年，我为了争取那个交换生名额，熬了3个通宵写方案，结果你跟你妈一个电话就搞定了。那个名额本来就是按综合成绩排的，你的方案有创意，但可行性评估只得了 B+，我的是 A， 你输在实力，不是我。江总，陈星的方案风险很高，他们承诺的回报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要么他们有我们不知道的渠道，要么他们在画饼，
盯着他们的动向，查清楚他们的资金链。另外，查一下评委里有没有人和陈星有私下往来。您怀疑他们作弊？不是怀疑，是确定。沈巍这个人从来不走正路。你是谁？您好，我是新来的花艺师，姓陆，陆宁。公司上个月跟我们的花店签了长期合同，每周3次来维护绿植和更换插花。哦，以前好像是外包给另一家的。那家不做了，我们就接手了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观察力是基本功。您嘴角有点干，眼下有青黑，典型的低血糖加疲劳。我自己做的三明治，全麦面包，鸡胸肉，没有酱。不嫌弃的话，不用，我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。对了，茶水间左边第2个柜子里有红糖和姜茶，您要是喝不惯咖啡，可以试试那个，对胃好。江总，您不是最讨厌姜的味道吗？换换口味。江总，查到了，城南那块地的评委之一张明远，在评标前一天收到了一笔50万的转账，转账方是一个壳公司，再往上追，源头是陈星的一个离岸账户。知道了。证据确凿吗？转账记录我已经拿到了，但是要作为法律证据，还需要公证。而且张明远是业内老人，关系网复杂，如果我们直接举报，可能会得罪一票人，怕得罪人就不做正确的事。那关兰跟陈星有什么区别？先把证据准备好，我约沈巍见一面，给他一个机会。您要亲自跟他谈，毕竟曾经是朋友，最后给一次体面。坐，这里的牛排不错，我帮你点了。沈巍，我来不是吃饭的，我知道你是来示威的。说吧，查到什么了？张明远50万，还有你陈星的资金链里有大约3000万来自一个跟境外赌博集团有往来的账户，这些要是曝光，你的公司撑不过1个月。你想怎么样？退出城南地块的开发权，把项目还给关澜，我可以不追究。凭什么？你手里这些东西最多让张明恒进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50万不是我转的，是我的副手自作主张，我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你可以推，但你副手的口供呢？他已经承认是你受益的，你以为我没留后手？江昭宁，你还是这么阴险？这不是阴险，这叫准备充分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，要么你主动退出，要么我把所有材料交给丁叉，你自己选。昭宁，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？因为你嫉妒，嫉妒。对，我嫉妒。你知道我大学4年有多累吗？每天凌晨5点起床背单词，晚上12点还在图书馆。我拿奖学金做项目发论文，拼了命才挤进那所学校。你呢？所以你就偷了我的论文大纲，就到处跟人说我的成绩是花钱买的。沈巍，你恨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结到我头上，因为你不敢面对一个事实。你拼命努力，不是因为我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你选错了方向。我选错了方向，那我现在呢？我靠自己做到了这一步。我旗下的公司估值20亿，灰色资金。沈巍，你所谓的靠自己，不过是换了一种依附的方式。以前依附的是规则漏洞，现在依附的是不法渠道。你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。江总好。江总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以为您是哪个部门的员工。上次在饮水间，您也没说您是董事长啊。你也没问。我问了，我问您是谁，您反问我你是谁。所以你就没在查？查什么？我负责把花养好就行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个三明治还在吗？每天都有。你要的话，我再去茶水间做一份。10分钟后我有个会，5分钟够吗？3分钟就够了。还行。还行就是一般，一般就是还能吃，能吃就是及格。谢谢江总给及格分。你话一直这么多。分人，遇到不吃饭的领导话就多一点。
你不怕我？您又不会因为我说错话就扣我工资，合同上写的很清楚，每月维护费8000，不包括怕领导这一项。你学什么的？园林设计，大学毕业后跟人合伙开了个花店，平时接绿植维护。观澜这个单子是我们最大的客户。你的合伙人呢？散了，他觉得太辛苦，赚钱慢。你每天这么忙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值得吗？你觉得什么值得？我觉得赚再多钱，如果把自己身体搞垮了，就不值。明天我还来，明天的三明治换金枪鱼的，您不喜欢吃酱，我就不放。江总，陈星的公关团队在带节奏，网上有很多人跟风骂您，说您是资本家二代，欺负草根创业者，让他们骂。等证据出来，风向自然会变。我们什么时候公开？等他最得意的时候，人在最高处摔下来最疼。动手，江总，热搜爆了，张明远被停职，城南项目暂停，他们的投资人开始撤资了。来看我笑话，来看你，有什么区别？我要是想看笑话，直接看新闻就行了，没必要跑一趟。你会放过我？法律不会放过你，但如果你配合调查，把幕后那些灰色资金的来源交代清楚，刑期可以减。我已经跟我的律师说了，如果你愿意，他可以帮你。你要帮我？我把你往死里整，你要帮我？我不是站在道德高台上，我只是选择了不做那些事。你也可以选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我帮你，不是因为我是圣人，是因为我还记得大一那年冬天，我发烧40度，是你背着我走了2公里去校医院。那时候的沈巍是个好人。你还记得？我记得，所以我还你这个人情。以后我们两清了。江总，今天的金枪鱼三明治我放在茶水间第2个柜子里了，姜茶也泡好了，别忘记吃饭。你怎么还在？这盆绿萝该换盆了，白天人多不方便，我就晚上来弄。您不是也在加班？我是董事长，加班正常。你是花艺师，按小时收费的，加班又不给钱。有的东西不能用钱算，比如这盆绿萝，它不会说话，但你把它照顾好了，它长得精神，看着它的人心情也会好。这种好，不是钱能买的。你不查我的背景，不打听我的事儿，每天就送三明治、泡姜茶、擦叶子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图您吃了我做的三明治之后，脸色没那么差了。图您偶尔笑一下，看起来没那么累。江总，我没那么复杂，我就是个种花的。种花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等，等种子发芽，等花苞打开，等一个人慢慢好起来。你明天还来吗？明天不来，后天来。后天不来，大后天来。反正我跟观澜签了1年的合同。欢迎江总，您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合同上有地址，顺路过来看看。坐，喝什么？有茶，有咖啡，有白开水。那是招财捡来的流浪猫，它脾气不好，您别摸它。它从来没对陌生人这么友好过。可能它品味不错。您今天跟公司里不太一样，在公司里，您像个……怎么说呢？像个穿铠甲的将军，在这儿，你像个普通人。我不喜欢当将军，但我没有选择。每个人都有选择，只是有些选择的代价太大了，所以很多人告诉自己，我没有选择。那你呢？你选择开花店，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赚的不多，买不起房。不敢生病，女朋友也跑了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每天跟花花草草在一起，看着它们从种子长成花，比看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长起来开心多了。而且，如果我不开花店，就会接到观澜的单子，就不会遇到你。
你女朋友为什么跑了？她觉得我没出息，说我不思进取，安于现状。她想要大房子、好车、名牌包，我给不了。所以你就不谈恋爱了？也不是不谈，只是没遇到合适的。遇到合适的，什么都给不了，也能在一起。陆宁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其实不是普通人，你还会这样跟我说话吗？观澜集团，它的体量可能超出你的想象。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是不图我什么的。那我图您什么？图您总忘记吃饭，让我有机会展示厨艺；图您不爱笑，让我每天讲冷笑话。江总，我不知道您以前经历过什么，但您不能因为被一些人伤害过，就觉得所有人都是那样的。就像花，有的花有毒，但更多的花是无毒的。走吧，我带您去后面看看。我最近在培育一种新的月季，粉色的，花期特别长，我给它取名叫昭宁。什么？昭宁，好听吧？我起的。江总，江总，什么事儿？城南地块的2次招标方案需要您签字。江总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，不该问就别问。等等，你问。那个花艺师陆宁，您最近好像比较关注他，他做的三明治不错。就这个，你觉得还有什么？你今天没去公司？今天轮到我合伙人，哦不对，兼职小妹看店，我就在后面整理花圃。您怎么又来了？顺路。从观澜到这儿40分钟，您天天顺路？为什么叫昭宁？因为她粉得很正，不妖不艳，但一眼就能让人记住，跟您一样。你夸人的方式很老土。老土但真诚。江总，我能问您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？您还相信爱情吗？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见过最好的爱情和最坏的。最好的那个是我妈对我爸，结果是20多年的欺骗；最坏的那个是我对我前男友，结果是被当成了养猪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不是爱情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？有区别吗？人不对，爱情就是毒药。而我对判断人这件事没什么信心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需要判断，也许有些人就是不需要判断。比如你。我可没说，我只是说，也许有一天您会遇到一个人，您不需要判断他是不是好人，因为您心里早就知道答案。下面有请今年获得最佳合作伙伴奖的陆宁先生。陆宁先生是我们观澜集团的绿植维护合作方，1年来为观澜提供了最优质的绿植养护服务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谢谢观澜，谢谢江总。我没想到会拿奖，因为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其实我有个秘密，一直没告诉大家。我从第一天到观澜上班，就不知道江总是董事长。我一直以为他是某个部门的普通员工，因为他总是不吃午饭，脸色很差。我给他做了半年的桑明治，他才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。但我今天想说，不管他是董事长还是普通员工，在我眼里，只要乱澜还会跟我续约，我就会继续给他做三明治。江总，他这是在表白吗？闭嘴！你刚才在台上说的那些话是故意的。哪些话？三明治那段，你是想让全公司都知道你给我做三明治？我只是陈述事实，而且全公司早就知道了。你以为李经理他们不知道？昭宁，我能叫你昭宁吗？我给你做了半年的三明治，泡了半年的姜茶，你每次来花店我都开心的像个婶子。你那么聪明，我不信你不知道。知道我喜……别说了，陆宁，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再相信一个人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被骗过太多次了，每次我以为遇到一个真心的人，最后发现人家只是图我的钱，图我的背景，图我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。我知道，那你可以试试我。怎么试？假装你破产了，假装观澜没了，假装你一无所有，然后看我会不会跑。你不觉得这种测试很幼稚？是有点幼稚，但如果能让您安心，我不介意幼稚一次。
不用测试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连我破产后煮泡面的事情都想好了。那您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不是当花艺师，是当男朋友。虽然穷了点，但是会做三明治，会种花，还会养猫。这个奖杯就当是贿赂评委的。所以这是同意了？我回去喝酒了，你爱来不来？陆先生，您的花每周1送，连续包月。谁送的？客户要求匿名。今天的三明治呢？在做金枪鱼的，多放生菜，不放酱。那快点，我下午还有个会。知道了，江总。叫我昭宁。